大家好，我是瘦猴，现在来到了塞尔维亚。大家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可能感觉到很亲切和熟悉啊。而且塞尔维亚对我们国家呢是一个免签的政策。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塞尔维亚有很多中国企业啊。我来到这个地方是紫金矿业，我联系了这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想让他来带我去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据说在这边有几千名中国人在这边工作，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我刚进到这里面的时候，好多中国人啊，眼前一亮，就是一路走过来，很少见亚洲面孔。没想到塞尔维亚这边居然有那么多工作人员，中国人。这是我们的冯处，接下来就让冯处来带我来了解一下中国人在这边工作的一个情况和塞尔维亚这边的一个生活环境。非常感谢。好的。咱们这边有多少中国员工在这边工作？我们现在整个波尔市的话，中国员工的话，可能有1000多号人。咱们紫金矿业在这边还是非常有名的，是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看到很多提名都会有紫金矿业上面。中国投资塞尔维亚最大的投资，当然是最大投资项目。然后呢，近几年的话，也有一些其他的央企啊，然后也在这边投资。我们是塞尔维亚整个出口企业的，应该是第1名，就是紫金项目是第1名。我在过来的时候看到那边都有中餐馆，就想到这边肯定很多中国人。中国和塞尔维亚这边关系非常好，然后他当地人的话也相处得很好，中塞友谊嘛。我们中国人比较多，也有一些人过来就是专门做这种配套服务的中餐呐。然后还有中国人办的酒店，对我们来说提供了便利。咱们从这里回家基本上都是坐飞机了。我们现在有直航，今年通了直航。今年通了。对，今年通了直航，然后也挺方便，每一周的话，基本上就有2班吧，很方便。然后你像从中国过来的话，现在这个机票的话，今年价格就比较低了，几千啊，4、5千块钱啊，3000多块钱便宜的也有。而且的话，塞尔维亚是免签的。免签。对，你拿一个护照，然后拿张机票就可以过来，免签是1个月时间的。你看一下波尔为什么是一个矿城？你从这儿波尔的主街，然后你从波尔的主街你能看到这个矿车，它有很多以前的这个采矿设备，都很有标志性的，很有代表性的。它已经淘汰下来了，现在当然用不了了，就成了相当历史文物一样，就是放在它这个。还有了解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就之前不是咱们中国的采矿技术都是来塞尔维亚这边学习吗？对，现在就是塞尔维亚要学中国，尤其这几年中国的技术发展很快。然后的话，整个中国采矿技术的话都很领先了。现在最早的话是中国的江西铜业然后到塞尔维亚是1980几年的事情，然后到这边来学习学习采矿技术，学习采矿技术。他们以前是比中国要领先的但是说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话，现在中国比他领先了。就在我们中国企业来这边之前，他们这边采矿设备都是以前的老设备。对，就苏联时期那时候。对，我们公司紫金不是收购的这个 RTV 波尔吗？就 RTV 波尔，它其实它亏损的有一个原因，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设备太老旧了，它的整个就是说设备的使用效率是很低的。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们这边是一个亏损的状态，采矿业是吗？他们差不多是接近10个月发不了工资。中国和塞尔维亚这边合作“一带一路”的这个合作这个国家从2015年推动这个“一带一路”以来紫金也有走出去的这种需求。对各种原因就是说有这个很好的合作机缘，就给了中国。对给了中国。然后中国的话，当时签的是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它是有条件的，附带条件的，就是我这些员工4900名员工，你是不能裁员的。不能裁员。对而且你的待遇也是不能降的。所以说，其实条件也是很苛刻的。紫金是投资了3.5亿美元，现金，然后占了63%的股份，然后剩余的股份还是他国有的，还是塞尔维亚国家所有。然后紫金就是取得了这个控股权。员工因为长时间的他这个低效率，然后的话也没有盈利，对吧？工资也拖欠，所以员工的积极性很低。
知道吗？员工其实刚开始的话也对中国人就是说，也觉得你来了之后不一定就能搞得比我好，有可能的话你来一段时间就跑了，你觉得也不行，在这种道路中间都有很多这种采矿的一些以前老旧的设备，好，现在就作为一个历史产物一样放在这种摆设。在这边，我们中国人来这边工作时间一天大概有多长时间？我们早上7点到下午接近5点钟，4点半左右就下班。我们每周的话是工作6天休息1天。6天。对。他们当地人工作时间基本上就是1周5天制每天8个小时的。每天8个小时。对。就是准确的8个小时。对，他们是非常准确的。到下午3点钟他们就下班。倒班制的。就不能停。对，8个小时一班，8个小时一班，就是这样。一天倒3班。对，一天倒3班。好，参观一下健身房。Hello。哇，这是一个健身房，跑步机，还有台球桌。这边很多健身的器械。这是员工就是随便使用的嘛，来这里。对。不需要额外收费的。这个不收费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基本的一个配置。这是篮球馆这边是个篮球馆，还有排球。对，这有一些人蛮爱运动的，因为我们在国外的话，基本上像娱乐活动特别少，绝大部分人吧都是家人都不在这边，所以说大家可能就是平时也没有其他的活动，就是做一做运动这边就是咱们的员工宿舍了。对。在这边住宿一个环境怎么样？就是比如一个房间能有几个人？目前来说的话是一个房间1个人。一个房间1个人。对，我们基本上住满了。不好意思。他们是这边的，我们办公室的一对也蛮好。好年轻啊！就在这边的话，就是在这边谈的，在这边结婚的。结婚了。拿了结婚证了。这是我们的中国餐厅，中方餐厅平常也都是做中餐。对，平常的话我们这边就是中餐厨师。我们这个服务的人员的话就是当地人，请的当地人。咱们这个企业在这边也会吸收很多当地的一个工作岗位吗？对，我们基本上的话，我们直接招聘的是6000多号人嘛，我们是97%的本地化率，这样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我们基本上是6000名直接招聘的当地员工。当地人的工资水平高吗？整个紫金在这边，紫金在波尔这边是开的工资是最高的，那7500块钱。这放在我们国家也是比较高的一个工资了。这个是平均它也有高有低，就是我们拉平了之后。咱们中国人来这边工作水平能有多少？中国人也是平均。中国人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们公司的话，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来的时候都是自己谈的，或者说他有一个薪资结构，对吧？然后的话就是说也是保密制的，实际上。这样的。对，大家也不会去问，就是说你的工资是多少，其实都差不多可能好的，那这个就不做了解了。这边当地消费水平高吗？消费水平整体来说的话，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对，我感觉是这样，因为就各方面物价是吧？对。他这边的房子什么东西，它的便宜，因为它没有多少新增人口嘛，它欧洲的它这边都比较固定房子便宜。对，它没有炒房的，基本上没有炒房这些说法。然后它的这个房子，但是它的房子都二手房比较旧，都老房子。对，老房子。你看，你能看到它这房子吗？你从外面上看出来都很旧。就很旧。但是当地人他就比较安逸，因为他的房子的话基本上都是继承的，他也不存在什么买新房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工资待遇的话，他基本上生活很他也不存什么钱，就是平时的话就是像夏天，马上到夏天他们爱旅游就是到夏天的话他们就会休假，在什么地中海多瑙河意大利这些都去玩度假去。生活压力小，对，工资水平还高，对，整个现在都是这么个情况。社会福利好吗？整个社会福利的话，这边还是可以的他这边你比如说他像读书这些基本的话都不怎么花钱。他是读书在学校吃饭也不花钱的那种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他这个医疗啊，他医院里面是看病的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对。哦。然后的话，他读书的话，我听说花的也很少。哦。他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怎么安逸怎么来，就是这样的啊。他日本人还是很舒服的。对。这边就是塞尔维亚紫金铜业总部是吗？一看就很有中国的感觉，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这春联都是我们去年我过年的时候贴的，这灯笼都是我挂的。啊，这春联灯笼在其他的是没有的。嗯。这边真的都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员工是吧？不是我们的员工，就是我们协作方的员工。哦，谢谢冯叔，那我收拾一下，等一下回房间休息。好，你不至于喝点吗？不喝了吧？出去可以那个，就很近嘛。不喝了，都累了，上班一天。好，那我收拾下早点，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好，谢谢。明天见啊。好，明天见。明天是微信。明天早上对7点钟。7点钟啊，7点钟到食堂吃饭啊。好的。我也会起来早一点，7点钟。好的。